Hello， 大家好，我是钟医师，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蛙健康哦。今天又到了我们运动的单元啦哈。为什么今天要特别做运动呢？因为我们的制作团队发现做运动收视率比较高没有啦哈，主要是希望大家多运动啦哈。首先先介绍我们的陈俊允师兄，好不好哈？还要帮我们示范动作的钱师姐，好不好哈？今天要做什么东西呢？很有名的叫做平甩功哦。平甩功是由我们梅门李凤山师傅所发明的一个最简单的气功哦。它很简单，就是你只要保持规律跟平衡的去摆动你的双背，甚至脚轻松的弹个2下，对，它就可以获得全身性的循环哦。有没有很多师兄师姐或者是网友们，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就发现说他们可以改善慢性症状啊，包括气喘啊、高血压甚至是如果长期有些压力的话，造成我们肩颈酸痛啊，或者是肠胃不适啊，或者是失眠啊、焦虑一些问题，其实练气功都可以改善，特别是平甩功。有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啊？还是说你身体上有什么东西不适合练这个东西？是对平甩功的好处就是这个，就是师傅那时候设计这个功法，就是希望所有年龄都可以练哦，不分男女老幼，甚至连孕妇都要可以练才行。孕妇都可以练平甩功啊？就希望它是一个很简单、很和缓，然后只要轻松的摆动，就可以达到一个全身的一个调理。这次上节目啊，特别问到说，如果针对膝盖痛啊，或者是双脚不方便走路的话，其实平甩功除了标准姿势站着练之外，其实坐着练也可以练，也可以练，怎么做？所以我们请我们钱老师来帮我们示范一下，对不对？开始练习这个功法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急，要先静下心来，先静下心，全身放松，调息。做个1-2分钟，对，深呼吸，但是是鼻吸鼻吐。对于还没有学过的，我们就保持自然呼吸就可以。先让自己静下来，大概2分钟。对，然后我们身形一样保持中正，然后肩膀不歪斜，然后我们的脊椎是轻松的撑直。那开始在甩的时候，我们就双手平举，与肩同高。双手平举，与肩同高。对，也跟肩膀一样宽。那既然是平甩功，我们就在平字上下功夫，就是我们这条线从我们肩膀轴到我们的掌，都是一直线的去甩动它。什么都要平平的就对了。对，没错，在平上面下功夫。那甩的时候就很简单，就开始走，1、2、3。有没有说后面要到几度？没有，不用，轻松就可以了。您可以到哪里就甩到哪里，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既然是平的话，就是2只手一定要一样高，平高。你不要一只手高一只手低，其实就希望说2只手的高度是一样的。甩到后面你也可以要求自己，2只手的高度也是一样，轻松自然就好。对，就是这样。没错。不用管呼吸，不用管呼吸。那我可以一面看电视一面甩吗？师傅有说那个看电视可以练功可以练功的时候不要看电视。那不是所以还是要保持心神宁静就对了。但是想东想西啊。有时候看电视总比你坐在那里，像我们老师说的 couch potato。你还不如就是动一动也比较好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达到一个很棒的练功效果的时候，那就真的是静下心来。那一般要甩多久？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次甩个30分钟。甩30会酸吧？我们真的有些人他真的一次也甩不到30分钟，怎么办？甩10分钟也可以。其实我讲真的，各位你不要以为这样很轻松，这样其实甩到后来是有一点累的而且手是会酸的呢。像张医师，如果他手可以再直一点点，再伸直一点点，对，会更棒。一般来说，我们正式的平甩第5下会蹲弹那2下。做事虽然没有蹲弹，那你自己在默数1、2、3、4、5的时候，那个第5下，你要心里有蹲弹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你蹲下去了，对。你记得这样一甩一后摆。它其实很跟默契，轻松的、自然的上下的运动，其实首当其冲的对我们的胃啊，或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后来那个非常好，手掌心会热热的，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对啊，就是气在运行，会热热的。没错，借由十指连心，像钱老师刚刚讲，十指连心，它又回去按摩你的5脏6腑，所以它只要保持自然呼吸，鼻吸鼻吐，它就可以达到练气的效果。那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是夜深人静闭上眼睛这样甩比较好。也可以轻松自然。但是记得我们姿势还是要保持，不要走掉。所以其实我们刚开始初学练习，如果能够对着一面镜子随时调整自己的身形，这样才能够达到调整身形的效果。那速度呢？不能太快，你这个速度就保持得刚刚好。真的，对，真的不求快，它就是只要保持稳定规律的速度。我们有时候看一个人动作要真的甩太急，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应该是急惊风就是做事都很急。其实甩到后来自己会有一个 tempo 在。对，没错。这个手好像不是你的，自己在动。医师已经掌握到一个要诀，就是有时候甩到
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这又是另外一个境界的。我回来这样甩，对我的肩颈酸痛会有帮忙吗？真的很多肩颈酸痛，或者甚至是网球肘或50肩的，也有这样甩手把它甩好的。重点就在于，就是现在的人不太懂得放松，压力就很大。所以这次上节目是不是有特别让我来跟大家说，其实平甩功它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帮助你那个减压、抗压、耐压。针对这个整天的工作压力，有时候这边肩颈一定会呈现太过僵硬或气血不顺的时候。这时候你只要甩甩手，把它甩开来，活络起来，其实都不会有这些毛病。那我问如果像有人50肩嘛，很痛嘛，对不对？他现在正在急性期，可以甩吗？针对因人而异的状况，比如说没办法甩到肩膀的高度怎么办？对，50肩的人他这样就卡到了，对啊，没错，就像我们钱老师这样示范，也许你这样已经是你最高的高度，就这样就可以了。这样的摆动也可以。对，慢慢，那就不是平甩功，是斜甩功了。手还是平的，手还是平的，对不对？但是一样是双手一样要保持一样的高度。我们不要一只手高，一只手低，所以不要勉强。如果你一只手肩膀有受伤，你也不一定要到自己疼痛的地步啦，也不一定要平就对了哈。其实江医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高度会痛的话，那我们就低一点，低到你舒服的这个高度为止，我们就维持这个高度。其实慢慢这样甩，它的气血还是运行，慢慢的再把你不通的地方打通。就跟我们以前常听到的“不通则痛”。对，那既然我们要让它不痛的话，就要让它通了。OK 所以那这个如果要结束，比如说我甩到累了，可以马上就结束吗？就是慢慢的结束，慢慢的结束，大概怎么做？大概也是像看着我们夏老师，就慢慢的身体，慢慢的手回到自己身体的两侧。对。慢慢的降低它的速度就对了，慢慢的减速。对。再到静止的状态。其实我现在虽然甩，我手就是麻麻胀胀的感觉呢。那您真的是练武奇才，气到末梢了，气到末梢了。对啊，我真的有在练气功，我已经练快5、6年了呢。如果你的肩膀已经在不舒服，正在急性期的话，你不要甩到自己会痛以一个角度来讲平甩功主要重点不是说一定要甩到跟什么与肩同齐主要是说手要伸直的感觉，伸直来甩不要这样歪歪的甩，不是这样子说在这边甩，就是要伸直的甩了就是平甩功的用意了所以这一招坐姿的平甩功教给大家刚练完坐式的平甩功现在就要来做标准的站着做的平甩功了现在请教一下陈师兄了，是站着练跟坐着练差别在哪里？其实我们师父说，站着练跟坐着练其实殊途同归，最好能够站着练，我们就不要坐着练。但坐着练有时候也是一个方便法门，是一个缓冲就针对有一些膝盖不好的，或者是真的有些长辈他不太适合，站不久，有时候可能站着甩一甩会容易晕的。那我们稳当一点，那就坐着练。功效上面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吗？你说站着跟坐着当然其实站着的时候，我觉得它是能够更快的一个达到一个全身性的循环，因为它有蹲弹那2下。那当然我们也许我们膝盖不太好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坐着练，其实慢慢的练，它也可以达到那个效果。所以站着练了10分钟，我脚酸了，我可以坐下来开始练坐的吗？它是可以交替练习的。OK， 比方说我们真的甩着甩着觉得脚酸了累了，我们还想继续甩，也可以坐着继续甩。有时候坐着是一个缓冲。我们站的时候就是双脚张开与肩膀同宽，双脚平行。所谓平行，我就是不站8字脚不要站8字脚，就是脚尖向前就对了没错 OK， 就是不站外八，脚尖直的内八。然后身形一样保持中正平衡。那站的时候一样，我们在练习的时候眼睛轻轻的闭上，微闭对，我们闭起来。我们在练习之前，其实不要太急，就是反而要先让自己全身先静下心来没错，身心稳定甚至让自己的思绪好好的放松放下来之后。也是轻松的调息鼻吸鼻吐，大概站个1、2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练习甩手了。那练习甩手的时候，就眼睛张开，双手平举，跟肩膀同宽，高度也维持在肩膀的高度。那既然叫平甩功，就是一直线的平，就是肩膀、手掌都是一直线，一直线，而且2只手都一样。待会在甩的时候也维持一样的高度。好，我们就开始练习走，在甩的时候1、2，现在的重点跟那个一样3，跟坐着一样4，对。但第5下的时候，膝盖要蹲弹那2下。有些人常常会蹲了一下，就觉得好像弹了2下，事实上不是。这个蹲弹好像有点难呢。下去起来，对，没错。下去起来，这个有点怪。你已经抓到了，真的吗？对，怎么有点像 Michael Jackson 的舞步啊？我觉得这个膝盖有点难。下去起来，对，这样1、2、3、4、第5下
5，哎，不错哦学会了很快就学会了。我这样对吗对，其实我们有时候到各处去教学啊，有些真的很难，1次2次就可以掌握这种蹲弹2下。哎，对，真的有点要稍微有点对，要稍微抓一下那个诀窍。这是跟协调性有关系，哦协调性不好的人的话就真的就很难对蹲这2下。我们有时候教了30分钟，那个人可能都还不会弹那2下。对，4、5，在蹲弹那2下的时候，我们再把气血再往下走，甚至有一个惯性作用的循环，它会再回流到你的头部，打造一个但是如果全身性的循环真的觉得为难的话，就是站着这样一直甩也是可以的啦，也可以，就是针对像我们刚刚也有介绍坐式的平甩，就针对膝盖不好，这个蹲弹一定要保持放松，它不是像我们一般现在很流行的深蹲啊，它不用到你那么深，微蹲就好了，对，保持一个像这样的更棒，很轻松，就是它有一个轻松的感觉，而不是一个很用力的感觉。因为这个蹲你可以，你这样子的话就是很低的蹲，对，那这样子一下就不会伤到膝盖。对，所以这个一般也是甩个20-30分钟，是不是？对，如果能够甩到30分钟，一会甩到30分钟，效果更好。哦，那如果早晚各30，那更棒。那你们练平甩功是有空间就可以甩，还是说会希望什么面向太阳，还是什么之类的吗？有没有什么方位限制啊？对啊，师傅那时候就讲说，为什么要它很简单、很易学，就是希望你不受限制，你只要这个方圆之力就可以甩一甩。那会去建议说饭后先不要练吗？类似这样子。饭后会稍微等一下哈，因为我们刚初学这个功法的话，其实我们稍微等个30分钟再甩手，它就可以帮助消化。其实现在人都是这样子哦，我们都比较功利主一点。我就问你讲最直接的，一般的人练这个功哈，大概练多久之后，你就会感受到明显的功效啊？功效其实因人而异，其实因为每个人体质跟身心状况真的不一样。那现在其实平甩功在我们李凤山师傅推广之下，已经推广了20多年，把它普传出来。所以有些人练个1、2天就有感觉的也有，那有些人练了1个礼拜就有一些简单的症状就已经改善了。哦，那如果你练到1、2个月，他就真的会做到一个身心汰换的部分。在现代社会那么快节奏的步调上面，其实我们很难得放松啊，放松才能够让它通。那像坐姿一样，他最后如果要收功的时候是怎么做？对，收功一样，慢慢的停下来，双手回到身体的2侧，对，不急不徐，好，就慢慢的停掉，对，一样在眼睛闭上，再调息进站，再收个1、2分钟。你去感受全身的脉动啊，千万不要一练完就觉得我要马上去做事情，那就太可惜了。其实我刚才收功的时候，我是觉得我这背后这地方有点酸痛痛的啦。那这种情况是应该代表血路在这个地方不大顺，是不是？稍微不通，稍微循环没那么好，那造成它的一个气血阻碍，就会有酸跟痛的感觉。所以要练到它没有这种感觉为止啦，哈，可以保持继续。那另外就是我们很多人会说，像最近很多人都有失眠的困扰嘛，他们会觉得说睡前是不适合做运动的，因为睡前如果做一些运动的话，可能交感神经会太亢奋。那这个平甩功可以在睡前做吗？其实可以哦，睡觉的前后，比如说晚上睡觉前，你再轻松的甩个10、15分钟，其实它都可以帮助你气血整个畅通之后，代谢掉你整天的疲劳跟废物，其实你反而入睡会更好睡。所以失眠的人反而更拿来练习这个东西。对，而且要特别注意收功哦。如果收功收得好，进站让它能够由动到静到睡眠的这个节奏掌握住，它其实是更好入睡。有可能收功收到一半就睡着了，有可能非常好的方法。不收功又急忙又做什么事？那一急忙，它其实思绪很难稳定下来，那睡觉那又更难睡。对，所以我们练完了坐的那个平甩功，也练了站的平甩功了哈。对。可是我们接下来还教大家一招，因为有些人的膝盖真的很不好哈，我们就是来教你一招专门针对膝盖不好的平甩功。另外一招叫怀抱满足，简称抱腿。哦，陈师兄说这一招是专门设计给膝盖痛的人啊，这是怎么做啊？没错，我们李凤山师傅就希望说，针对我们膝盖啊、脚踝啊，或是下半身，你觉得需要加强的话，其实可以练这一招叫怀抱满足。怀抱满足，对，叫抱腿。也请我们师姐来示范。先示范一下。好，示范的时候，我们的吸气，先从左脚开始，对，然后2只手轻松的帮腿往你的身体内侧抱，好，如果可以的话，大腿也可以贴到你的胸口位置。吐气，手放开往前推，双手轻松的放开，脚往前推。左腿做完，换右腿，一样的动作。吸气，鼻吸鼻吐，吸气的时候，慢慢将腿往自己的怀抱满足嘛，
抱到自己的胸怀这边，怀抱满足的意思。脚尖上勾，气吸满的时候就可以准备就开始吐气，对，就往前慢慢的吐上去。吐气的时候也要向前伸展，完全的推开。哦，对，脚要先往上勾，脚要先往上勾，你的脚还要继续，脚尖要勾起来，勾起来，好吸气，尽量。抱着胸部，这个也是要看个人能够拉多高，也不太勉强。你的胯也是练得很开啊， OK 是高手。因为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真的练不到这个感觉的话，可能有的就真的就到哪里算哪里。好，也许你的大腿压不到你的胸怀，那没关系，到哪算哪。好，一样吸。吐的时候往前伸展，然后甚至把它舒展开来，压下去。好，再换脚。对，再换脚。那一切先勾起来。对，哎，对，好。我们李峰山师傅说，其实练这个功法其实不求快，你反而是呼吸慢慢的吸到饱，也刚好抱到底。吐气的时候就再往前伸展，鼻吸鼻吐。有时候这样左右这样做完各一回，你也不急着做下一个。其实像刚刚介绍的平甩功啊，或者像现在的抱腿啊，其实都对整个膝盖全身性的都非常有帮助，下半身的循环都很。平甩功之后接着抱膝盖吗？还是怎么样？对，没错，也可以这样练哦。其实抱腿，如果你真的只想练抱腿，或者是我们有时候练完平甩功啊，你觉得脚有点麻痒痒的啊。你就觉得需要伸展的话，你可以来练抱腿。一般会建议练多久？其实一回可以先从10分钟开始。10分钟开始，没错，让左右交替这样练个10分钟。真的做累了，或者是办公室，或者是有些服务业站久的，久站的工作啊，你真的找到机会坐下来，你就先抱也没问题。对，比如说我今天早上不小心撞到膝盖了，正在痛。这时候可以练吗？这时候更要练。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运动，有一些运动伤害，对，能够在初期就把它的经络练开来是更好。如果你没办法抱到会痛的时候，对不对？抱到这样子，我们第一点没关系。OK， 好，一样是保持吸的时候是抱起来，吐的时候往前推下，至于下压。好，再下压。对。但做这个第一个动作的时候，就是要量力而为啦，哈。没错。也不用太勉强，说一定要碰到那个了哈。江医师提到一个，就是真的是量力而为，因为每个人的体质身心状况也都不一样。对，你的筋骨的松紧程度也不一的时候，其实抱到哪算哪里。那像刚刚讲的，一受伤马上抱，你就当它的循环好的时候，它其实是在做后续的治疗都会比较好的比较快。当然啦，如果你真的受伤很严重，骨折那一种还是不能练啦。那当然。对啊，我说轻微的那些受伤的话，还是建议你多练练这个功法啦。我自己有个体证啊，因为我以前在警察大学教书啊，那有一次在学校最偏僻的那个校园里面，走楼梯不小心脚就当场这样子拐到了当场拐到就是。那痛的是坐在地上，因为四周上课期间完全没有人救你啊，没人。对，有手机了，必要时候打电话找同事来，站不起来。对，我说师傅教了这招，只好坐在地上就这样拼命抱。大概抱了10分钟，可以慢慢动了，我就这样一拐一拐，就回到办公室再努力抱。所以这一招对下半身循环真的很有帮忙。那是有扭到脚踝。所以我们师傅也常说，其实练气是最好的复健，甚至达到再生的一个法门。对，这个类似自我的再生的医学的感觉啦哈。那练这个功法，像刚才你说平甩功啊，可以在睡前练，可以促进睡眠。那这个抱脚的呢，你会建议在什么时候练？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练。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反而要注重自己的一个节奏跟身心状况。你觉得随时腿酸了，你就可以随时抱个1-2下，或甚至10分钟都可以。对，所以任何时间练都是个好时间。OK， 所以今天教给大家3招哈。如果你的膝盖本来就是很不好的人，或是你真的下肢很没力的人，你可能就可以坐着练一下平甩功哈。对。那正常的人的话，我们会建议你就站着去练我们的平甩功啦哈。那如果说你的膝盖特别问题，然后你下肢特别没力，你想要加强你的膝盖的话，这招叫做怀抱满足功，也教给大家哦。这3招好好的练，相信大家一定可以拥有健康的身体哦。双手平举，跟肩膀同宽也同高，走，1、2、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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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4、5，好，慢慢停下来，双手回到身体的两侧。有时候收工的时候，也可以手放在膝盖上，轻松调息。双手平举，走，1、2、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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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慢慢停下来，收工，双手回到身体的两侧。这时候再闭眼调息，全身放松。从左腿开始走，吸气，双手握紧小腿，往身体抱，吸，吐，双脚自然向前伸，伸展下压，换右腿走，吸气，吸，吐。再一次，左腿吸，吸气，吐气，换右腿吸，吸到满，吐，不急不徐，走，吸，慢条斯理。吐，再换右腿走，吸，对，吐，再来吸，对，在抱的时候，不要为了抱到脊椎，还是要撑直，吐。右脚走，慢慢的吸气，吸到满，再慢慢的吐气。